甄嬛传中最毒的食物，不是齐妃掺了夹竹桃的栗子糕，也不是差点让四阿哥说不出话的绿豆汤，而是甄嬛派人送给瓜六的糙米薏仁汤。这碗糙米薏仁汤看似普通，实际上却可以掀起后宫的一场暴风雨。第一点，甄嬛刚回宫就遭到了鹅卵石相迎。为了搞清楚这究竟是不是储秀宫搞的鬼，甄嬛通过佩儿进一步摸清了齐嫔和新贵人这对室友的爱恨纠葛，同时还吃了一个齐嫔抢新贵人恩宠的八卦。梦魇之皇上，您听听臣妾的心慌不慌？原本新贵人小半年才能见到皇上一次，好不容易被皇上翻了回牌子，却不料回回都被齐嫔截了胡，从而导致新贵人从1年侍寝2、3次，直接变成了2、3年才侍寝1次。在后宫之中，恩宠不仅是脸面，更是生计。齐嫔明目张胆抢恩宠，就等于抢饭碗，因此新贵人对齐嫔的憎恨之情越来越深。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甄嬛得知齐嫔和新贵人的历史八卦后，便准备接受新贵人提交的入队申请。为了让新员工感受到钮钴禄战队的福利，甄嬛在齐嫔梦魇的第2天立即赏了一壶糙米薏仁汤送给齐嫔。甄嬛表面上说是治齐嫔的梦魇，实际上就是利用皇上的恩宠打压齐嫔。况且这糙米顶多也就是难喝点，甄嬛费一番周折请出皇上出面撑腰，到最后也没把齐嫔怎么样，不禁让人忍不住问一句：就这？第2点，甄嬛其实是通过赏汤这件事在皇上面前展示自己协理6宫的能力。刚入宫的甄嬛停留在与华妃拼恩宠上，小产之后的甄嬛又与华妃斗前朝，至始至终都没有涉足过协理6宫的领域。而甄嬛此次回宫的斗争目标变成了皇后，所以甄嬛才上演了赏汤这一出戏。原本待在储秀宫的皇上瞧着甄嬛派人来给刚刚侍寝的齐嫔赏汤，皇上还以为甄嬛是吃了自己宠幸齐嫔的醋，于是皇上一脸吃瓜群众的模样，全力配合着甄嬛，逼着齐嫔喝下了糙米汤。直到皇上回到永寿宫一问，皇上这才知道自己格局小了，原来甄嬛根本不是在和齐嫔吃醋赌气，而是颇有大局意识的在整顿后宫秩序。第3点，甄嬛靠着腹中的胎儿回了宫，可太后却疑心甄嬛狐媚惑主，因此当甄嬛和沈眉庄去看太后时，太后并没有给甄嬛好脸色。直到甄嬛凭借自己那张后宫状元的嘴，把自己的诚心摆了出来，才说服了太后。为了让太后相信自己不会借孕邀宠，甄嬛认为自己还得拿出点实际行动。因此当甄嬛碰到了齐嫔这个反面教材后，当即赏了齐嫔1碗不起眼的糙米薏仁汤，目的就是帮助宫里的弱势群体新贵人。这就相当于在后宫大群对齐嫔点名批评，表明了后宫的原则立场，谁都不能利用恩宠在宫中兴风作浪，因为这是太后所期盼的贤妃之道。所以当太后得知甄嬛赏汤这件事儿之后，立马对甄嬛改观了。第4点，甄嬛希望通过糙米薏仁汤这件事儿更进一步了解4阿哥的业务能力。当小允子在早间新闻播报今日热搜齐嫔梦魇之抢新贵人恩宠时，4阿哥立即以一种黑粉登场的姿态给甄嬛出主意整治齐嫔。按道理来说，4阿哥跟齐嫔并无瓜葛，4阿哥为什么要出主意整齐嫔呢？甄嬛不明所以，立马询问缘故，4阿哥便趁机向甄嬛表明自己的忠心。4阿哥的这份政治头脑和政治敏锐度立刻被甄嬛看在眼里，放在心上，从而导致甄嬛决定帮助4阿哥争夺储位。因为如果这件事儿落到了3阿哥头上，3阿哥估计还在低头吃饭，毕竟3阿哥还在不断的长高，哪里会有4阿哥这种头脑去整治齐嫔呢？第5点，甄嬛勘察到了皇后党的内斗八卦。虽然甄嬛明确了皇后党是自己的对家，但说到底甄嬛离宫3年了，因此甄嬛对皇后党的情况并不熟悉。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糙米薏仁汤事件，正好可以帮助甄嬛探一下皇后党的虚实。甄嬛想看皇后党会用什么方式反击，却不料甄嬛没有等到皇后出面保护队员，也没有等到皇后党联合放招反攻，而是等来了安陵容吐槽她打压齐嫔不给力。这是什么操作？难道是新式的连环计碟中谍？
甄嬛摸不透皇后党的招式，便派自己的得力助手槿汐去探个究竟。通过槿汐询问过苏培盛后，甄嬛才明白，原来看似强大的皇后党，实际上内部管理早就乱成一锅粥了。安琪两员大将不仅整天互相挖坑，而且安琪拉组合也面临着崩盘的危机。甄嬛内心忍不住冷笑，原来皇后党也就这。摸清敌方底子后，甄嬛开始了大招模式。可见一碗看似没煮熟的糙米薏仁汤，实际上却暗藏着甄嬛反攻的多重功效，称它为剧中最狠毒的食物也不为过了。